巴甫洛夫养了条狗，摇铃铛就喂它吃肉，摇铃铛就喂肉，久而久之，只摇铃铛狗也流口水。这就是经典性条件反射。我一直好奇给人做这实验会怎样，看了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才明白这就是黑人瑞德。老瑞在大牢里关了40年，每次上厕所都必须报告长官。出狱后去了超市打工，每次上厕所也要报告长官，否则就尿不出来。那句台词真是屌爆了，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。刚入狱的时候，你痛恨周围的高墙，慢慢的，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，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这就是体制化。可见美帝也有体制化和实验室，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特点。只不过我们这里偏大，整个地方都是实验室，每分每秒都在训练。你摆个摊都要随时提防城管大哥神兵天降，渐渐的就练成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发个帖都怕查水表，天长日久就修成敏感词中文写作大师。父母做个小手术，你第一反应就是给主刀大夫送个红包，仿佛不送红包就怕刀子下错地方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虚拟的铃铛，天天报告长官。渐渐的，我们训练有素。想写这篇文章由来已久。我时常看到一些人批评国人素质低，不是痛恨特权，而是痛恨自己得不到特权；不是讨厌特供，而是讨厌自己得不到特供。遇到事情，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程序，而是找关系走门子。我承认这是事实，我正是其中猥琐的一员。可这只是一半的事实，另一半的事实，这个最大的实验室，你开车行在马路上看行驶最通畅的是特权车，大脑沟壑就会渐渐长成一个特权交通地图。你看着进信访办时是窦娥，出来是精神病，必定学会了忍气吞声。你家小孩天天喝着毒牛奶，吃着地沟油，别人连特供的猪都不喂地沟油。出于物种保护，你也想混成公家的人。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，你让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，他便怎么保护自己。你怎样，他就努力成为这样。这个道理并不难懂，凡人类就自私贪婪。我就不信你送瓶天价茅台，再搭个文工团员给美国人，除非是制度约束的官员，他要言辞拒绝，肯定就是一神经病。至于说中国人人种差，活该被奴役。先不论香港那些文明的同胞，好的，我是中华田园犬，你给我拎条哈士奇来，我不信天天给他摇铃铛，他不流哈喇子。谁不想高尚呀？可谁都高尚得起吗？中国的特权现状越来越糟了。过去天天吃饱饭是特权，现在天天能吃上安全饭才是特权。过去生二胎是特权，现在能把二胎生成外国孩子才是特权。大家都去拼爹，可当你还在琢磨拼爹的时候，人家都在拼干爹了。就不是民众率先改掉了自私，国家才能进步，而是先改了那个实验室，民众素质才会提高。这样的训练种类繁多。有个空姐在网上自曝，有个武装部政委方大国在飞机上殴打她，而政委说自己没打。这件事沸沸扬扬，可是载了100多名旅客的飞机竟没有一个国人站出来作证，最后还是一个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出面证明政委确实有身体接触。联想到跳进西湖救人的是乌拉圭女孩，大街上扶起摔伤老人的是美国女孩，有人感叹国人自私懦弱，真是素质低。可是当正义受到惩罚的实验总在上演，我觉得不怪国人，怪那个实验室。我们都知道，伸手一扶，恐怕就得扶一辈子。不是狗决定实验室，而是实验室决定了狗。我想我已说得够清楚了，还是有些人非常激愤，跑来说我侮辱中国人是狗。这个情景一去盎然，我愣了很久才释然，这正是铃铛训练的一部分。这样说来说去，无非得回到老话题：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，还是什么样的人民决定什么样的政府？我认识一个90后成都男生，在内地住校时，1日3餐别无异样，要是觉得不合口味，也只好跑到校外吃饭，从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对。后来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念书，有一天，校方决定把原来食堂的班底换掉，承包给另一家，学生们就愤怒了。学生会天天贴海报抗议，在校网开专栏批评校方越俎代庖，还组织游行号召抵制校方武断决定
这个成都男生告诉我，过去我想都不敢想，学生还可以反对校方决定，小小食堂也是我们的权利。可这次参加抵制行动，我也去了，好多来自内地的学生也去了，我们去了，而且做到了，一切只因我们处的环境变了。知道什么是权利，校方乖乖收回成命。学生还是那些学生，只不过离开了实验室，听不到铃铛的召唤了。这几乎可以揭开我们争论已久的谜底。那些学生未必认为原来食堂烧的菜最好吃，他们只是不想做铃铛下的那条狗，摇铃铛就吃肉，摇铃铛就流口水。在我看来，这才是好的教育。好的教育就是独立思想的教育，就是不听任别人摇铃铛就流哈喇子的教育。不是民众提升了素质，国家才能得到进步。先行改变了那个实验室，民众素质自然得以提高。总有人说我没条件移民香港啊，我还在这个实验室，所以只有听任他们摇铃铛。可是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实验室，像我这样的批评者也必须承认，和几十年前相比，这个国家开明了一些。我乐观地看到，现在看新闻联播找幸福感的人越来越少，上微博找真相的越来越多。虽然仍有人敢上街砸了同胞的日产车，却不敢在飞机上作证，可那名空姐已敢爆出政委在飞机上打人。西安那个假爱国之名用铁锁砸烂日系车主头骨的歹徒，也在万众追凶之下归案了。就是你把自己当狗，永远就是狗。你以为天下都是实验室，耳膜一直响着铃铛。虽然受铃铛训练多年，我也是一条资深的狗，可是我知道，这样珍贵的事例，即便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那间强悍的实验室，也会有异类如安迪，挖呀挖，终于用圣经里藏着的锤子挖出一个大洞，跑了出去。如果你有梦想，就一定看得见太平洋海水和梦中的一样蓝。